其實我最愛的就是旅行。你們知道在南投縣埔里鎮有個可以玩飛行傘的地方嗎？除了有飛行傘，還可以順遊很多景點，而且這些景點彼此的距離都很近，用走路就會到了。我們只需要把車停好，就可以一次走訪4個景點：天子宮鰲頭山步道、虎頭山飛行傘、鯉魚潭風景區、台灣地理中心碑。這些景點都有各自專屬的停車場，除了鯉魚潭風景區，其他景點的停車場都不用收費。今天會用步行的方式帶各位把所有景點走過一遍。台灣地理中心碑會在下一集來做介紹。我們先導航南投縣埔里鎮天子宮。今天我會從天子宮開始出發，沿途會經過虎頭山、鯉魚潭登山步道，最後抵達鯉魚潭風景區。在前往天子宮前，我們先導航埔里鎮和平東路120號。在和平東路與中心路這裡看到天子宮的牌樓，開車前往的話，從這裡上去會比較好走。這裡的馬路比較寬，比較適合車輛上山。如果像我一樣跟着導航走，從和平東路與忠孝路口上山，路會比較窄，比較不容易會車。天子宮前面有個大廣場，我們就將車輛停在這裡。現在我站的地方就是鰲頭山，這裡有一個觀景台。在天子宮這裡沒有鰲頭山步道的指標，步道入口就在天子宮旁邊而已，非常好找。在進入步道前有一個告示牌，上面會提醒遊客，鰲頭山步道全長約830公尺，共計924階，多處陡峭。鰲頭山步道是2025年1月底完工的，算是蠻新的步道。階梯數量看起來有點多，但實際走下來其實蠻好走的。一開始就是木頭加石頭的階梯，階梯的間距蠻寬的，踩起來步伐的節奏蠻順暢的。雖然一路上都是階梯，但中間還是有一些可以休息的地方，可以稍坐一下。一路上是以竹林為主，曬不到什麼太陽，走起來蠻涼快的。一整片竹林望過去，畫面蠻美的。我也不太清楚走了幾個階梯了，但現在走到這裡開始有點喘了。從入口到現在都是階梯，雖然階梯做得很平穩，但連續好幾個階梯走下來還是會有點喘。這一段旁邊有用鐵網隔開，上面有一個柱架，這裡可以看到遠方的山，展望蠻遼闊的。經過這個展望點，再走一下下就來到步道的出口。這裡也可以看到鰲頭山步道的招牌。到這裡，我們已經走完鰲頭山步道了，但我們的旅程才正要開始呢。我們在這裡左轉，這裡有一個指標，距離停車場600公尺。這裡說的停車場，指的就是虎頭山停車場，也是一個免費的停車場。從這裡開始就是水泥路，已經沒有階梯了，雙腳終於可以休息了。今天要帶各位走的路，鰲頭山步道是難度比較高的，它的階梯數量有924階。如果膝蓋不好的朋友們，可以考慮把車停在虎頭山停車場，再從虎頭山走到鯉魚潭。現在這條水泥路是緩緩的上坡，坡度不會很陡，走起來不會很累。走完這條水泥路，我們就來到了虎頭山停車場。這裡是個免費的停車場，旁邊有公共廁所，還有一個觀景平台。這裡是3個景點的交匯點，從虎頭山出發，可以前往鯉魚潭步道、鰲頭山步道、地理中心碑。先帶各位走鯉魚潭步道，回程的時候我們再到虎頭山上欣賞風景。地理中心碑下集會再跟各位介紹。我們沿着柏油路上的箭頭往下走，就會看到鯉魚潭步道的入口。鯉魚潭步道全長1.5公里，這個步道的終點就是鯉魚潭風景區。沿途上都會有指標告訴遊客距離鯉魚潭還有多遠。整條步道都鋪設得很平整，都沒有階梯，跟剛剛的鰲頭山比起來，鯉魚潭步道好走很多。走了100公尺之後，就會看到視野很棒的展望點。走了300公尺，我們來到了休憩平台，這裡是步道的最高點。同時，在這裡呼吸會感覺空氣特別新鮮，充滿了芬多精。坐在這裡休息後，整個人的活力又回來了。從休息平台這裡，我們要開始走下坡了。一開始會有一小段的階梯，但走完這段階梯後，就是一整路的水泥磚步道了。
這個步道植物生態蠻豐富的，沿途都可以看到不同種類的植物。現在我們可以隱隱約約看到遠方的山，因為被樹林遮住，所以沒辦法看到山的全貌。但我們離鯉魚潭越來越近了。一走出步道，看到了一尊觀世音菩薩的雕像。我們現在站的地方，群山圍繞，看了是不是心情很好呢？鳥鳴清脆悅耳，仿佛山間流淌的泉水。這裡有個樓梯，我們往下走，來帶各位繞着鯉魚潭走一圈。沿着樓梯走下來，我們可以看到，在觀世音菩薩腳下是一間建築物。這裡以前是個餐廳，1樓還有很多賣伴手禮的商店。經過疫情之後，這棟建築物的店家全都歇業了，如今也還沒有招到新的廠商進駐。走下樓梯，來到平地，看到了一座拱橋。越過拱橋後，我們走上柳堤，在湖面上有一個涼亭，從那邊看出去的風景應該會更棒吧？我們趕快過去看看。對面有很多民宿，一早起來可以看到這片環山的湖面，心情一定很棒。鯉魚潭有7個景點，又稱鯉魚潭7極穴。以這座柳堤為分界，南邊就是民宿以及7極穴的所在地，北邊有天水連大飯店、張公亭、湖畔小市集。我今天在鯉魚潭的路線就是走上柳堤後，沿着北邊的湖畔走，欣賞高山倒映在湖面的美景。湖面上的涼亭以柳堤為分界，南邊跟北邊都各有一個。這2個不同的涼亭可以欣賞到不同的風貌。現在帶各位來北邊的涼亭看看，左邊的大房子就是天水連大飯店。這間飯店最大的特色，它是一間蓋在湖面上的飯店。等一下經過的時候再跟大家介紹。走到柳堤的對面，這裡有很多民宿跟商店，有咖啡廳，還有賣紀念品的商店。以前的鯉魚潭風景區不用門票，也不用停車費。經過疫情之後，為了維持營運，開始收取停車費。假日30分鐘20元，當日最高收費200元。鯉魚潭一直以來都是埔里在地人經常來散步的後花園。當時不用門票，不用停車費，吸引了很多遊客前往。那時的商家跟餐廳比現在看到的多很多。雖然現在遊客沒有比以前多，但其實可以看到他們正在嘗試做一些突破。像是湖的中間正在搭建水舞的表演台，有朝一日我們也可以在這裡欣賞水舞。但其實就算沒有這些硬體設備，眼前的大自然美景已經很讓人陶醉了。然後沒有人等我。我在提呀。這家紅甘蔗養生文創館應該是整個風景區裡最認真經營的店家了。即使沒有客人，店內的燈光依然維持得很明亮，展示櫃也擺滿了商品，整個畫面看起來很豐富。老闆也很認真地介紹他們的甘蔗製品，也很熱情地拿甘蔗汁給我們喝。我們買了甘蔗冰淇淋，還有熱的甘蔗汁。他們的甘蔗產品都是使用紅甘蔗，跟一般常見的甘蔗不太一樣，很推薦大家來這家店走走。接下來我們來到了張公亭，一起來欣賞500年的老樟木。繼續往前走，有一家水漾湖畔餐廳，在這裡一邊用餐一邊欣賞湖景，感覺一定很棒。餐廳旁邊就是天水連大飯店，飯店是搭建在湖面上，可以看到房子底部有用好幾根柱子在支撐着。每一個房間外面都有一個大陽台，每一個陽台都是面向整個鯉魚潭。一早起來打開窗戶就可以欣賞到這片美景，一定是個很棒的體驗。走到這裡可以看到一個指標虎頭山登山口，從這裡上去就會接回我們剛剛走的鯉魚潭步道。從鯉魚潭步道走出來右轉，我來帶各位看看虎頭山的美景。我們沿着柏油路一直往下走，看到一個飛行傘報到處。想要體驗飛行傘，線上預約或現場購票都可以。即使沒有來體驗飛行傘，也很推薦各位來這裡欣賞風景。還記得我們剛剛經過的虎頭山停車場嗎？這裡有一個觀景平台哦。這一趟走下來大約花了2個小時，除了一開始的鰲頭山步道比較多階梯，其他景點都算蠻好走的。我很喜歡埔里鎮的景點，可以用走路的一次走訪好幾個景點。下個禮拜我要帶各位去地理中心碑，距離虎頭山飛行傘2公里。調皮老爸，祝你有個開心的一天。